再过1个月就是感恩节了。感恩节在美国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重要节日，这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，相当于中国的春节，但却有人处心积虑的想杀死自己的父母，最后还炖了一锅遗骸。如此恶魔般的人物，为了这场谋杀可谓是做足了功夫，并且他还提前写好了详细的笔记，置办好毁尸灭迹的各种工具。那么他为何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下此狠手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当你看完本期的视频，恐怕会对啃老这个词又会有新的理解。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叫做乔尔·盖伊，记住，这年他28岁。2016年的11月26日这一天，他的母亲丽莎外出购物，准备添置感恩节的食材，父亲则在家中2楼的健身房锻炼。然而乔尔却突然拿起刀袭击了他，随后父子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，现场的百叶窗被撕裂，健身器材翻倒在地，墙壁和地板上都是鲜血下来。乔尔还把父亲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下来，和刀一起扔在了血堆里。此时母亲丽莎购物完回家，她也难逃厄运，她先把东西放在了客厅的门板上，然后径直走上了楼梯。刚走到上面的时候，一把刀就刺进了他的身体。乔尔并没有手软的，丽莎身上的衣服也全被剪了下来，丢在了旁边。据统计，乔尔一共捅了父亲至少42刀，母亲31刀，而这一血腥场面并没有让他清醒。接下来，乔尔更加的忙碌，他把母亲的头颅放在了锅子里面煮沸，再把父母的四肢和躯干分别装在一个装满化学物质的垃圾桶中，准备溶解尸体。为了加快化学物质的反应，乔尔在每具尸体上都割开了大伤口，因为这样可以让化学物质更快地渗入到身体内部。如此残忍的犯罪手法不禁让人怀疑，母亲和孩子之间真的能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吗？这一年，28岁的乔尔是个无业游民，他自从毕业之后就没有工作过，一直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援助，也得亏了父母经济条件还不错。同时，这可能也助长了乔尔好吃懒做的心理。父亲是一名管道工程设计师，母亲是应对账款的管理员。这对夫妇的经济条件不错，感情也非常的好。当时他们马上都要退休了，于是就提出想搬家，以后再也不会给儿子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了，希望他能够自食其力。然而这对于乔尔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，他并没有想着去找工作，也没有想给自己另谋出路，而是在计划着杀人骗保的阴谋。乔尔打着小算盘，只要父母去世或失踪，他就能获得价值50万美元的保险。即使是要失去双亲，乔尔也毫不在乎，因为对他来说，父母一旦不提供经济支持了，他就没办法活下去。眼下，金钱比父母更加的重要。警方在乔尔背包里面找到了一本日记，里面详细的记录了他谋杀并摧毁父母遗体的计划。在这本笔记当中，乔尔谋杀分尸的步骤被写得一清二楚，在哪里被杀不重要，把大的尸块冲进马桶，调高加热器温度，加速分解等等，看得让人触目惊心。除了谋杀计划，他还记录了一些知识点，比如破坏尸体的方法，需要用到多少化合物来分解多少重量的尸体，还包括对父母财产的分析，事后自己最多能够获得多少钱。有了这个预谋之后，乔尔就开始购置笔记当中所需要的物品。早在11月7日，他就被监控摄像头拍到，在5金销售店购买了几件物品，包括了盐酸和食品级过氧化氢。11月18日，乔尔在装修材料商店又购买了漂白剂喷雾器、延长线和计时器。第二天，他在体育用品店又买了一把海军陆战队风格的战斗刀。在谋杀前1个星期，有人看见乔尔在沃尔玛购买了一个最大号的蓝色垃圾桶，看起来这就是要用于溶解尸体的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不过乔尔在袭击父亲的过程当中，自己的手也被割伤了。于是他去沃尔玛买绷带跟药膏的时候，又顺便买了异丙醇和过氧化氢，用来处理尸体。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路上遇到任何有伤口的人，如果他不去医院的话，那就很有可能犯下了非常恐怖的事情。最先发现不对劲的人是母亲丽莎的主管，因为在那一天，
同事们计划好要给丽莎安排一次退休前的聚餐，她不可能无故缺席，即使有急事也肯定会来个电话。起初主管很担心是因为丽莎有高血压的病史，会不会是身体出了问题，于是他立刻选择了报警。当警方赶到现场之后，发现了乔尔家从外面看上去就安静的可怕，门口挂着代售的标志。一靠近房子，警察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，很让人头痛。透过门窗，他们发现除了异味之外，房子里面还散发着一股热浪，看上去刚买回来的培根、香肠和冰淇淋都没有放进冰箱里。后来警方设法进入到他家的汽车里面，找到钥匙，打开了车库门，才得以冲到房屋内。然而接下来的画面恐怕让所有的人都终身难忘。刚进屋，警察就能看到桌上放着的钱包、现金、锤子和老虎钳等杂物。So table in the eat-in kitchen. 地板上面更是乱糟糟的，放的都是漂白剂、垃圾袋、过氧化氢等物品。Random items in the kitchen floor. 往右手边的厨房里，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炉子上一口大的汤锅，下面的烤箱也打开着，很是奇怪。另外，桌子上还摆满了武器、弹药、步枪、猎枪和工具箱。墙上的恒温器显示温度为90华氏度，也就是相当于32摄氏度。随后，当警方上楼后，发现了楼梯附近的墙壁上血迹斑斑。楼梯的最上面是一堆女人的衣服，旁边还放着剪刀和几桶下水道清洁剂。反正在这栋房子里面，能够使用的加热器都被打开了，并且都调到了30多摄氏度。另外，在浴室里面，警方还发现了2个装满化学品的蓝色大塑料桶，里面正是死者的尸体部位，不过早就已经模糊不清了。刚才厨房里面的汤锅里，也正是母亲丽莎的头颅，父亲的一只手也掉在了健身器材附近，画面实在是不堪入目。警方在房间里面还找到了2张绿色的便利贴，其实这是乔尔试图制造父亲杀害母亲的假象，上面还写着退休金账户$53,000，银行$20,000，保险$75,000，把我们死后的灰烬撒在身上，告诉我所有的孩子我爱他们。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封遗书，但是上面的日期明明是2013年的12月19日。很快，乔尔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，警方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终于在案发的3天后，乔尔被逮捕了。当警察打开了他汽车后备箱的时候，还发现了里面放着一台绞肉机。根据乔尔的妹妹泰勒回忆，母亲曾经告诉他，自己工作完全是为了乔尔，他没有工作，无法自力更生。但随着这对夫妇也马上要迎来退休，父亲告诉泰勒，退休后打算搬家，与儿子断绝经济上的关系，让乔尔靠自己的双手挣钱。然而父亲本来还打算在1个月后的圣诞节假期公布这一决定，没想到已经被恶魔夺走了生命。其实，在每一次的家庭聚会当中，乔尔总是一言不发，几乎不与兄弟姐妹们交流。但这次的感恩节，他很反常，主动与侄子侄女展示自己的旧玩具，家人们感到很新奇。更重要的是，泰勒还在乔尔的汽车里面看到了蓝色塑料桶，都还没有问这是干嘛用的，没想到这竟然是他准备用于溶解父母尸体的容器。然而在经历4天的庭审过程中，起初乔尔还并不认罪，他不承认自己是有预谋的杀人，但是自己写的笔记铁证如山，还能怎么狡辩呢？最终乔尔被指控谋杀和虐待尸体罪，被判处了终身监禁。半辈子都在啃老的他，在父母即将退休之际，开始产生了危机感，是时候该决定养活自己了。但是好吃懒做惯了的他，怎么可能去踏踏实实的上班挣钱呢？他想利用父母的死来骗取一大笔钱，足够供养自己无业游民的生活，简直就是个怪物。乔尔明明有很多次机会振作起来，去追求自己的事业，但他理所应当的啃老，啃到无处可啃，竟然起了杀心，真的是畜生不如。恐怕11月26日这一天是乔尔这辈子最辛苦也是最有压力的日子吧，毕竟从来没有工作过，处理2具尸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那回看整件事，不是我说他，这实在是太懒了。懒得工作是一回事情，他甚至都懒得处理犯罪现场。第一次见到那么乱七八糟的现场，到处都是证据，而且还留着最重要的笔记本，就差自己懒得离开了，待在犯罪现场等警察来逮捕。而且乔尔没有上过班，恐怕也没有意识到上班缺勤，同事老板们都会担心吧。28岁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，别人都是欠他的，甚至欠他2条命，那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吧。他把人性的邪恶展露得淋漓尽致，还毫无悔恨之意，令人作呕。恐怕进入监狱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吧。终于又有人养了，只不过这一次他不自由了。
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你们的生活中有遇到像妈宝男之类的亲戚或者朋友吗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那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那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